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6月2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98.09，收盘价是400.4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02.52，最低价是在384.7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5838.47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增。KD 值，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双线是上行，开口略有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空头趋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1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反弹中。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呢，它是一个高开盘，开盘之后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行，那么下方呢是在385附近得到了支撑，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股价是一路震荡上行，最后呢我们会看到上方是在402附近遇到了压力，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顶部的附近，也就是股价在当日盘中出现急剧下跌之后，又出现了一个反转向上的走势，也就是在当日呢，出现了这样一个止跌的迹象。那我们也会看到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，同时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增，同时相对于之前的交易日，这个成交量也是相对较高的。那因此当日这根 K 线是出现了止跌的迹象，并且有增量，那这将预示着日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上行的走势。好，那么出现这样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之后，它的最低也就是在385这个位置呢，将会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位。那么这个位置是不能够被跌破的。日后如果股价不能够继续反弹，而是出现继续回档，一旦跌破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380这个位置是很容易被跌破的。而380这个位置一旦被跌破，那么将会继续自我们说是5月13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下方将会再次出现低底低。那么在6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416这个位置呢，将会这个头部将会被确认，也就是股价将会继续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。所以呢，我们说6月22日股价走势或者近1-2个交易日的走势是非常重要的。也就是股价只有在这样一个出现止跌信号之后，同时又抱有大的成交量，如果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走势呢，继续上行，站上416，那么我们说股价才能够有继续上行的走势，否则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延续这样一个空头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也进行了一个延续的说明。那么我们单从6月19日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，那么在6月22日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，我们对6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好，那么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385附近。
另外一个可能是反弹，收盘价会在我们说是在406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还有一个位置呢是股价会出现平盘，收盘价会在396，而实际在6月18日收盘价是在400.49，股价是出现了横盘向上。这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同时呢走势也不同，性质也不同。好，那么股价目前是出现了横盘向上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6月2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445。而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目前除了各条均线值之外，416，也就是6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将是一个重要标志。只有这个位置被突破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去测试445。好，445如果能够被站上，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，继续向上。第二个目标就是453，而第三个目标依然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98。我们再来看下行，下行的目标也是不变，仍然是364这个位置，而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380是重要标志位。那么还有一个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385这个位置也将是一个强支撑，因为之前我们取的是6月1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386是强支撑，而碰巧呢，我们会看到6月18日股价正是回踩到这个位置而出现了反弹，所以这个位置仍然是一个相对较强的支撑，也是重要标志位。好，380和386如果被跌破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364的。那么364如果被跌破呢，我们说将会瓦解自4月7日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。那么继续向下的目标是337，那么第三个目标就是下方的325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日后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观察位，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，我们取的是394这个位置。那么在6月18日盘中，股价在开盘出现急剧下跌之后实际上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。那么到了6月22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，我们取整数402，也就是在6月22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402上方运行，那么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，甚至是去测试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385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402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我们先来看 K 线信息，在6月15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小红 K 线，当然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么它所处的位置呢，实际上是在股价回档后的横盘中。那么当周的这根 K 线呢，我们会看到也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，是有止跌的迹象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会看到当周的成交量虽然是少了一个交易日，但是我们如果从平均值来看，这个成交量与前一周呢，应该也是一个量缩的这样的一个表现。所以股价在这个位置出现红 K， 然后呢，成交量缩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进一步下行呢，就是要跌破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380这个位置。380我们并不陌生，
在日 K 线图当中，它是股价下行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重要标志。好，那么我们如果单从K 线信息解读，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好，我们再给出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预测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6月15日当周的预测。我们预测如果股价继续下行呢，收盘价会在355附近，上方呢是在423附近。那么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411。好，那么股价在当周呢，实际上一直是在它下方运行，因此呢，是收在了较前一个交易周收盘价相对低的位置。其实，它只是出现了一个横盘的走势。那么到了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呢，如果股价继续上行，我们认为仍然会在423这个位置。如果出现下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收在376附近。好，而周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，是我们要关注400整数关口。其实我们取的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收盘价，我们取整数400关口。好，那么很明显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股价如果能够在400关口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将会有反弹的走势，否则呢将会下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回到日 K 线图，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呢，我们有一个5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的进场位呢是在6月12日收盘价406。那么股价到了6月18日收盘价是在402.52。在这个位置呢，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虽然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是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同时在盘内出现了反转向上，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，但是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关键标志位，例如是5日均线值，或者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最高。虽然呢是在10日均线值的上方，但是10日均线值呢，不具备参考条件，所以呢，对于这个多头仓位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那么到了6月22日，这个仓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仍然可以守386或者是380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我们认为402一直到上方的416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空头的目标现在就是380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2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从400整数关口到405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413附近。第三个压力位我们取416到418。第四个压力位我们取425。第五个压力位是433。我们再来看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385，第二个支撑是380，第三个支撑是364，第四个支撑我们取350整数关口，第五个支撑是337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6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6月22日我们给出的预测是分先后顺序的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反转向下，也就是说会下行。
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01，下方最低会到达386，收盘价会收在390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下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01的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第二个可能呢，股价会我们给出会出现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会回踩到399，上方最高会到达414，收盘价会收在409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99的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行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6月2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